邻居每天不到5点就在楼上放音乐跳操，吵得整栋楼的邻居都睡不着觉。谁敢上门找他，他就躺在地上装死，让人赔钱。警察上门也没有办法，直到半栋楼的人都搬走后，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我，因为贪便宜搬进了这栋楼。在签租房合同时，房东好心提醒我，小凡，要是遇上楼上的奇葩女邻居，就忍一忍，别惹她，她就是一个神经病。本来我还不信，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还在睡梦中的我突然被巨大的音乐声吵醒，我下意识地摸出了放在床头的水果刀，毕竟我有证，即便我打了人，顶多也就关进精神病院，但我还是冷静了下来，我可不想这么快又被送进去。随后我抓了一大把药塞进了嘴里，准备上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我推门出去的时候，我发现隔壁几户人家的门都开了一条缝，似乎都在看我是不是要上楼。当我真的按下电梯准备上楼的时候，突然一个老婆婆走过来劝我，小伙子，我劝你别上去了，楼上那个女人太凶了，但凡你说点什么，她立马能躺在地上装死，还得讹你一笔。听到这话我笑了，毕竟她是在装，我可是真的神经病。上楼后我敲了敲那个女邻居的门，似乎屋子里的声音太大，里面的人根本就听不到。就在我逐渐失去耐心，就要彻底失控的时候，突然房间门被打开了，女邻居不耐烦道，干嘛？我在自己家里跳操，碍着你了。原本我吃了一嘴的药，是想过来和她心平气和沟通的，可一看到这个女人尖酸刻薄的脸和她说话的语气，瞬间我就忍不住了。大清早的你跳个蛋啊！你这个老婆娘不睡觉，我还要睡觉。你要是再敢在我头顶上蹦跶一下，你信不信我砍了你？我的语气很凶，可没想到这个女人更凶，她不只是动嘴，甚至还要对我动手。就在她的手指碰到我的一瞬间，我看到了隔壁几个房间的门也都开了，有人在盯着我们看。我顺势直接倒在了地上，开始喊救命！救命啊！打人了！隔壁几个房间的人一看我出事了，一个个也是配合得很，顷刻间全部都冲出来了。小伙子，你怎么样？要不要报警？要不要去医院？我虚弱的点头，要报警，要去医院，还要这些热心的邻居们给我作证。你们可别冤枉我，这不是我干的，他是自己摔倒的。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小伙子就是你推倒的，你等着赔钱吧。很快警察就来了，在一众邻居作证下，我被送到了医院。虽然就一点小事擦破点皮，但是在警察主持公道下，那个女人还是赔了我2000块钱。女邻居恶狠狠对我说，你给我等着，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当晚我睡得很早，到了第二天准点，楼上再次传出了巨大的音乐声，声音比昨天还大，显然是楼上这个女人故意在整我。而在我推门准备出去的时候，隔壁几户邻居又都开了门，特别是那个老婆婆，眼睛里对我都是热切的期盼。毕竟昨天我不仅收拾了那个女人，还让她赔了2000块钱。可今天我还真不准备上楼和她对骂了，因为我又有了新计划。众人看我关上了房门，不由得传来了一声声叹气，估计他们都觉得我是怕了。而那个女人从5点多开始一直跳到9点多，声音比往常都大很多，所有的邻居都在唉声叹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个小伙子倒是挺猛的，和那个女人对骂了一下，还拿了她2000块钱，就是不知道今天这个小伙子怎么没出现了，估计是怕了吧，毕竟这个女人就是一个神经病，谁遇到她都怕。听到邻居们的话，我笑了，我怎么会怕这个疯女人呢？只不过现在我有其他的计划。回到家后，我进厨房熬了一上午的猪脚汤，等到火候到位，我打包了一份猪脚去楼上，敲开了那个疯女人的房门。怎么是你？那女人一看我又来了，满脸的疑惑，估计在她看来，我应该是早上5点就来的，怎么搞到12点才过来？我对笑道，姐，我听说你今天跳了一上午的操，估计腿酸了吧？这是我刚刚熬的一锅猪脚汤，您快补补，明天好继续跳。当她看到我递过去热气腾腾的猪脚汤时，她确实傻眼了，可下一秒她只留下了一句神经病。随后重重地关上了门。我对着门大喊，姐，猪脚汤我给你放门口了，你一定要记得喝，明天我继续给你熬。隔壁邻居们看到我的做法，个个都是百思不得其解。小伙子，他今天上午都跳了4个小时了，你怎么还给他熬猪脚汤，让他明天继续跳啊？你是不是傻？等着吧，好戏才刚刚开始。第3天早上，疯女人准点又开始跳了，这次跳得更大力，只是她跳得越大声，我心里就越高兴。随后我也起身钻进厨房，开始给她熬制猪脚汤，并在群里直播了熬汤的全过程。我姐每天跳操太辛苦了，做弟弟的今天又给她熬了2只大猪脚补一补。看到消息后，不少人都在群里骂我是神经病。我们这栋楼有一个神经病就够够的了，没想到现在又来了一个神经病。还没等我说话，楼上的疯女人已经开火了。说谁是神经病呢？你们全家都是神经病，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你家装死。疯女人一开火，所有人都沉默了，只有我看着群里的消息呵呵笑。等到猪脚汤熬好了，我在群里亲热地喊了一句，姐姐，猪脚汤熬好了，弟弟这就给你端上楼。说完，我装好了猪脚汤又上楼了，这次就比昨天好一点了。我一敲门，他立马就开门了，语气缓和，弟弟，你真给我送汤来了？当然，姐姐每天早上跳操那么辛苦，
弟弟给你熬点汤补一补。那多谢弟弟了，我今天一上午还没有吃东西呢。说完，这个女人还真的把我手里的汤接过去了，当着我的面就喝了起来。可能是因为我在群里直播了熬汤的过程，所以这次她丝毫没有犹豫，一口气就把1碗汤喝完了。真好喝，明天还给我熬汤啊？当然熬，只要姐姐想吃，我天天给你熬。好的，那多谢弟弟了。说完，她就要关门，可我却捂着肚子，突然喊起了肚子疼。哎呦，肚子疼！你咋了？要借一下厕所。原本她还不想让我进去，不太方便吧？姐，你刚刚可还喊我弟弟啊？借一下厕所怎么了？说完，我直接朝他家的厕所冲了进去。在我进厕所后，我听到他就在外面等着，一直在问我咋了。我一边回他话，一边用小刀拼命的在割他家的马桶进水口，一直到我把进水口割断以后，才离开了厕所。弟弟，你怎么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可能吧，我去医院看看怎么回事。姐，你休息吧。回到家，我第一时间就给群里除了他以外的业主单独拉了一个群。今天上午谁都不要开门，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出去。要是出门的话，记得戴口罩，以免被臭到。我刚发完这句话，不少人就在群里问我到底发生啥事了。也有聪明的一下子就猜到了，是我又在收拾那个疯女人。一直到下午，群里的消息突然爆了起来。快来看啊！那个疯女人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拉稀了，而且在电梯里就拉稀了，当时把我和孙子都臭晕了。我也看到了，好像是在小区楼下的时候就崩了一次稀，当时估计他还没有注意到，可是我们不少人都看到了。都关好门啊！听说这个女人家里的厕所不冲水了，她要出来借厕所，都关好门。群里人疯狂刷屏，直播着这个女人的丑态，甚至有人在群里发起了红包，觉得今天是过年了。但是很快还是有人想起了我，大家都在感谢我做了好人好事，终于收拾了这个女人。看到这些聊天记录，我笑了，这才来到哪儿啊？我还没有开始动手呢。第二天直到早上8点钟，楼上都没有传来音乐的声音，更没有跳舞的震动，整栋楼的人都在感慨，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啊。只有我继续在熬汤，毕竟说好了要给姐姐熬汤的，一天都不能少。到了12点钟的时候，我又在群里直播熬好了一锅汤，还在群里艾特了一下楼上的女邻居，说我现在要上去给她送汤。就在我刚艾特完楼上的女邻居，楼上的女邻居就在群里开骂了，只是这次她明显有些有气无力。小垃圾，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从今天开始我要整死你。姐，干啥呢？我好心给你熬汤喝，你整死我干啥事？我在群里装可怜，半栋楼的人都在下面笑。毕竟现在大家都猜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只是我等了好久，楼上的疯女人都没有对我出手，甚至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没有听到女人有任何动静。直到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了自家门口堆满了10几袋垃圾。我走近一瞧，才发现这些垃圾里都是剩菜剩饭，甚至还有狗屎敷在我家大门上。旁边老婆婆见我回来了，好心的劝我道：孩子，算了吧，楼上的女人太疯了，你惹不起她的。我的房东呢，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消息，也给我打电话，要不然把钱退给你，你另外找个地方住吧。对于这些好意，我都拒绝了。毕竟楼上的女人疯不疯我不知道，但是我是真的疯了。既然她要玩，那我就跟她玩，到底谁怕谁啊？当晚我什么话都没有说，默默地把门口的垃圾清理干净了。甚至清理完成后，我还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我不追究这件事了，大家都是邻居，没有必要闹这么僵。我话刚发出去，群里的人也开始附和了。是的，都是邻居，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有必要把关系搞成这样，都让一步。对，和气生财嘛。看到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我在等，一直到最后，那个疯女人还是没有发言。但是我去楼下看了一眼那女人家的灯关了，我知道她真的放松警惕，以为我不会反击了。嘿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所有人都以为今晚相安无事，能够平安度过的时候，我没有睡，而是趁夜把大半个小区的厨余垃圾都运到了楼上那个疯女人的家门口。一直到这些垃圾彻底把疯女人的房间淹没以后，我才安安心心回去睡大觉了。到了早上5点不到，突然小区上空传来了一声惊叫声，然后我拿起手机一瞧，才看到有人在直播，不知道是谁干的，大半夜把小区的垃圾全部拉过来了，直接把那个疯女人的房间大门给堵死了。现在那个疯女人门也推不开，出也出不去，一个人正在房间里骂街呢。嘿嘿，太解气了，收拾恶人就应该以恶制恶。对，不知道是哪个大侠干的，太解气了。有人聊着聊着又聊到我身上，我立马在群里装无辜道：你们不要冤枉我啊，我昨天都认栽道歉了，这个事情肯定不是我干的。正当我在群里极力否认的时候，物业那边的人发来了好友申请，那边只有一句话：小区监控视频我都删了，你不要怕。还有昨天那个疯女人往你家丢垃圾砸狗屎的视频我都留着。我是真的没想到我干这点事儿还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中午的时候，在警察的帮助下，楼上那个疯女人终于被救出来了。她一出门直接带着警察来我家敲门，开口就要警察把我给抓走。女人指着我对警察道：警察同志，就是他，
快把她抓走！可看着这个女人，我却笑了。警察同志，我可是好人啊，你们不能听她的一面之词，我有证据。小区里摄像头肯定拍到她往我家丢垃圾了。走，去物业那边看监控。好，大家一起去看监控。说着话，我们一群人赶到了物业监控室。物业保安一见我们来，立马皱眉头道：“警察同志，真不好意思，昨天晚上8点多，我们小区监控进行了一次系统升级，昨天监控都没有工作，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么巧，你们物业是不是和这个小子是一伙的？疯女人开始大吵大闹，物业的人呢，却是直接拿出了工作计划给警察看到。警察同志，昨天就是我们正常升级的一部分。警察看完工作计划，虽然还是有点疑问，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个疯女人在现场接近失控的状态，特别是有警察认出来这个女人就是附近出名的搅屎棍以后，警察也认可了物业的答复。好了，既然监控没有，那也不能证明这个事情就是他干的。这件事我们再慢慢调查。警察让疯女人先回去，疯女人却不干，甚至当场他还反咬警察，说警察也被我收买了。听到疯女人这话，不只是我懵了，物业的人和警察的人都懵了。就在疯女人蛮不讲理，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我知道该我出场了。毕竟刚刚警察帮了我一把，我也要帮警察一把。于是，在疯女人失控的时候，我走到了警察叔叔面前，对他们委屈巴巴地说道：“警察同志，你们今天来的正好，我要报警。昨天我家门口也被人堆了垃圾，甚至还有狗屎在我大门上。”我这话一说出来，疯女人立马消停了，而那些警察也明白了我是什么意思，立马顺着我的话说道：“你知道是谁干的吗？”我摇摇头，不过我随后就扬起了手机，对警察叔叔们说道：“警察同志，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是我知道谁跟我有仇。昨天就有人在小区群里威胁我，还要整死我。”哦，给我们看看。说着话，我把手机交给了几个警察看。就在警察看聊天记录的时候，我继续火上浇油道：“警察叔叔，你们一定要保护我，我一个人来这个城市，举目无亲的，现在突然有人威胁我，还要整死我，我真的挺害怕的。”别怕，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威胁你？况且我们还在呢。你告诉我，威胁你的这个人是谁？就是他。而这个疯女人面对警察们的眼神，依然是面不改色的说道：“就算我用言语威胁这小垃圾又怎么了？要不是这小垃圾给我下药，我会威胁他吗？你有证据吗？我什么时候给你下药了？”而那女人也终于上道了，她指着监控器说道：“那你说我往你家门口丢狗屎，你有证据吗？没有的话，我就走了。”她笃定了物业那边所有的视频都没有了。可就在她得意洋洋准备离开的时候，我身后的物业工作人员却悠悠地传出了一句：“警察同志，这个视频还真有，你们快来看。”说完，物业工作人员已经打开了监控，画面里清晰地播放着疯女人往我家丢垃圾，还有丢狗屎的片段。不是视频的更新资料都没有了吗？看到监控画面，疯女人快气炸了。就在下一秒，她突然跳起来，想要过去砸掉那个屏幕的时候，警察的反应也是极快，瞬间就把她给拿下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警察把她抓进去关了1周，还让她给我赔了5000块钱。而在这个疯女人进去1周的时间里面，我发现小区里到处都洋溢着过年的喜悦。之前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在这个小区里生不如死，现在好了，天真蓝草真绿，现在看老婆都觉得漂亮了许多。是啊，多亏了那个年轻人，要不是他，那个疯女人估计还在闹呢。只是听说今天这个疯女人就要出来了。听到小区人的聊天，我倒觉得无所谓，我能收拾这个疯女人1次，就能够收拾她2次，能把她送进去住1周，就能让她进去住1年。只要她出来还敢惹我，我是不会放过她的。就在我等着那个疯女人出来后对付我的时候，突然群里有人发来了一张照片，说那个疯女人出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很快就有人认出来了，说那个年轻人是疯女人混社会的儿子，估计这次是来给自己亲妈报仇的。马上就有好心的邻居偷偷加了我。这个疯女人的儿子据说伤过人，你出门要小心点儿。更直接的还是房东，他发来消息说，要不然我把钱退给你，你另外找一个地方住吧，免得出大事了。对于这些消息，我一个都没有回，毕竟我是真的神经病，我怕谁啊？在所有人都等着看好戏的时候，那个疯女人果然上门了，而跟在她身后的确实是一个凶神恶煞的年轻人。姐啊，你找我干什么？不会又想喝弟弟熬的汤了吧？可那女人还没有张嘴呢，她儿子便已经冲上前来，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衣领，说道：“就是你小子让我妈拉了1天的稀，还进去蹲了1周，对吧？赔钱！今天不赔1万块，小心我揍死你！”看着自己儿子这么勇猛，疯女人在后面一脸笑嘻嘻的，觉得自己儿子真棒。而隔壁邻居呢，也都听到了动静，虽然他们也想出来劝一下架，但是大多数人一看到那个凶神恶煞的年轻人，都关紧了大门。我倒是不怕他，毕竟我头顶上物业给我家新装了一个监控器。我冷静地指着头顶和楼道监视器，我也缺钱的很，你们要是想送钱给我，就照我这里打，1拳1万，只要你有钱。说完，我直接把脸凑了过去，让大傻春对准了打。而那疯女人看到我头顶上的摄像头，
还有隔壁门缝里探出来的手机镜头。他立马拉了一下儿子，让他别动手了，吓唬一下得了。大傻春见到处都是摄像头，而且我摆明了就是想搞钱，瞬间他也清醒了。最后他一把将我放了下来。小子，你趁早离开这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完，大傻春就要走。可就在大傻春转身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突然我就把他喊住了。喂，我让你走了吗？啥？小垃圾，你还想干什么？女邻居转过头，一脸戏谑。我毫不惯着，冷笑道：还能干什么？打你呗！我一边打一边骂。那大傻春看到自己亲妈挨打了，就要冲过来跟我对打。但是那疯女人这个时候脑子却异常清醒，她一边挨着我的打，一边高喊着：儿子，快报警！赚钱的机会到了，我要让这小子赔得倾家荡产。听到疯女人这话，我笑了。我穷的饭都吃不起了，哪里有钱赔给他们？很快警察那边就赶到了。见警察一到场，疯女人就指着自己被打肿的脸蛋哀嚎道：警察同志，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这个小王八羔子刚刚打了我足足200个耳光，你们快把他抓起来，让他赔钱，赔得倾家荡产。警察看到又是那个疯女人，几人都没有说话，而是反过来问我到底咋回事。到底咋回事？警察同志，我冤枉啊！我刚刚正在家里睡觉呢，这个疯女人带了一个大傻子突然来我家砸门，当时这个混混还威胁要杀了我，这邻居们都看到了，我是为了自卫才不得不反击的。警察同志，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说着话，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而且就在我入戏正身的时候，邻居们也站出来了。是啊，这小伙子说的对，这母子2个人上门闹事，这小伙子是在自卫，太吓人了。警察同志，我这里有视频。不知道这个热心邻居是恰好只拍到了这母子2个来砸我家的门，还是故意剪辑了一下视频。在他的手机里刚好只拍到了我被那大傻春提起来威胁的场面，后面我扇疯女人耳光的镜头是一个都没有。我们要把你们抓走了，毕竟现在视频很清楚，是你们上门挑事威胁别人了。说着话，警察伸出手又要抓疯女人和大傻春，而疯女人彻底懵了。不过很快他又想到了头顶上还有物业的监控，他指着头顶监控：警察同志，这个监控看到了一切，我们去调监控，肯定能够看到我挨打的画面。走，去调监控。这个时候物业的人也赶到了，当着警察的面，我也直接回道：这是新装的监控器，还没有装线，啥都没有。不对，你们这群人都是一伙的，你们都在帮这个小兔崽子，你们都是一伙的。疯女人这次真的彻底疯狂了，她万万没想到挨了我2把耳光子，最后还反被警察要求道歉。疯女人情绪即将失控，那大傻春却冷静了下来。最后在警察调解下，我大方地接受了他们道歉，并且再次找他们要了1000块钱的损失费。毕竟我今天受到了惊吓，要吃点好的才能弥补精神损失。不过在大傻春把1000块钱塞到我手里的时候，大傻春再次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小子，你等着，这个梁子我们算是结下了，接下来你出门小心点。看着大傻春眼睛里的火热，我笑了，而且是哈哈大笑。我一直等着的就是这一天。接下来的几天，整栋楼里异常安静，女人没有跳操了，大傻春也很少出现。但是所有人，包括我都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我的房东也是怕真的闹出大事，给我打了好多通电话，说把钱退给我，让我趁夜搬走。而我呢，对于房东转过来的钱我是收下了，但是房子我是坚决不搬的，毕竟我确实想看看这母子会想出什么恶心我的招。可就在我等着这母子对付我的时候，谁能想到单元楼里其他人家出事了，有好多户人家门铃大半夜的狂响，通过猫眼一看，外面什么人都没有，还有人大半夜睡觉的时候，窗户边有黑影飘过。就在整栋楼的人被折腾得受不了的时候，突然大傻春母子出现了，2人直接承认了这一系列事情就是他们干的。而要想让他们消停，可以，那就是让整栋楼的人签字，一起联合起来把我赶出去。原本楼里的人不想签这个字的，但是他们母子说了，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继续闹事，继续折腾他们。为了避免被他们折腾，最后这群邻居还真的都同意了，而且还直接找到房东还有物业的人来，一起劝我走。毕竟房租我都退给你了，你另外去找一个地方住吧。你只是一个租户，那母子2个可是业主啊。听到房东还有物业的话，我忍不住冷笑，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走，这母子2个还会继续搞事。但是我没有说什么，而是直接点头同意了。而且我还在小区群里直接发言了，说的是我走可以，但是你们不要后悔，未来你们要是请我回来，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我这话说完，群里没有一个人吱声，最后只有房东又补借我1000块钱，我这才麻溜的搬走了。不过我人是搬走了，却还潜伏在这个小区群里面。果然就在我走过的第2天，我就看到了小区群里有人在抱怨：苍天啊，谁来带走那个疯女人啊？她又开始跳操了，还让不让人休息了？群里说什么的都有，很快就有人又想起了我，甚至有人开始怀念我在小区和这母子2个斗智斗勇的日子。当然也有人提了，当初那个年轻人可是被我们集体赶出去的。看到这句话，群里的人集体沉默了。又过了好几天，我
我每天都能够看到群里人在抱怨这对奇葩母子搞的各种缺德事，什么刷牙水直接从楼上倒下来，直到最后，终于有人忍不住了。你们谁认识那个年轻人？把他请回来吧，只有他能收拾这对母子，不然我真的要被逼疯了。很快，这个人的发言就得到了很多的拥护，所有人都在喊让我回来，甚至有人发现了我居然还在群里，所有人都在艾特我，所有人都希望我出来主持公道。看到群众呼声这么大，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在群里回了一句话：要我回来很简单，每家给我交100元份子钱，毕竟当初可是你们把我赶出去的，现在我不可能就这么回来的。100元我交了，但是你要保证把这对母子收拾了。马上底下16的人都在发，我也交100元，只要能把这对母子收拾了。看到16红包刷屏，我喜笑颜开的收完钱后，才在最后说了一句：大家都安静点，我有一个计划，能让这对母子彻底消失在我们小区上。很快我就再次回到小区，面对我的回归，那母子2个瞬间就消停了，特别是那种女人，早上不敢再大吵大闹了。而那大傻春呢，消停了几天后，见我每天也只是在家里不出门，也不再收敛，甚至好多次，有人家发现大傻春拿了一个望远镜在偷看别人。看到这一幕，群里的人都有点着急了，所有人都在问我啥时候动手，可是我却依然在等，毕竟我太清楚大傻春这种人的性格了，不让他放松警惕是不会让他得寸进尺的。都等着吧，时机还未到。到我回小区的第7天，突然有一天，我带着一个堪比刘亦菲的顶级美人出现在了小区里面，而且在小区八卦中心的推波助澜下，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小区，当然也传到了大傻春的耳朵里。而我呢也不尴尬，每天带着美人在小区里晃来晃去。当然我也发现了，只要我出门，大傻春也会准点出现在外面，死死盯着我身边的美人看。只不过他还是怕我，一直不敢靠近我们。直到那一天，我在群里高调宣布我要结婚了，到时候请小区的人一起来家里吃喜糖，大家都要来啊。好的，我们一定来。这可是大喜事啊！都来都来！群里人都在附和，甚至连大傻春也说了一句好。看到这一幕，我开始下一步计划了。在某个夜晚，我突然在群里问了一句：哪位好心人借一台车给我？我老家父母出了事，现在要去一趟乡下。这次群里人没有人吱声，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在等。直到老半天后，大傻春冒出来了，他在群里说道：我有车，就在车库里，你来拿钥匙去开吧。看到这句话我笑了，因为这代表大傻春终于上套了。哥，我现在就上来拿。下一秒我就来到了楼上，在大傻春家门口，我对他感谢道：哥，谢谢你啊，我老家离这里400多公里，明天才能回来，我会帮你把油加满的。不用客气，都是邻居，说这些干什么？就是你一个人去乡下吗？你女朋友怎么办？听到大傻春终于问到女朋友了，我皱眉头道：他也想跟我回老家，但是他昨天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他就不跟我走了。哦，是这样啊。我看到大傻春的神色已经藏不住了，到了这里我就知道了，大傻春已经彻底上套。接下来我也不再停留，结果大傻春的车钥匙直接走了。就在我刚刚走出去没几步，我就听到了身后这对母子在说：儿子，你借车钥匙给那小王八羔子干什么？他害我们家还不够吗？你懂什么？我是把他支开，这样我就可以去他家了。说完便大声笑了起来。听到大傻春这笑声，我笑疯了。他是真的天真啊！为了让事情变得真实可信，我拿到车钥匙后，第一时间就给了小区一个保安，让他开着大傻春的车子去乡下老家跑一趟，顺便看一下自己的父母。而我呢，转身就回到了我家隔壁老婆婆的房间里看戏。果然，就在我走后不到半个小时，老婆婆门铃上的监控就显示有一个黑影走到我家大门口，正在撬锁。不到1分钟，门锁就被撬开了。随后那个黑影四处看了一下，这才轻手轻脚地走进了房间里。就在那个黑影探头的时候，老婆婆家的监控清晰地拍到了这个黑影正是楼上的大傻春。看到这一幕，我拍手叫道：好了，这小子这辈子算是完了。因为下一秒我屋子里就传出了女孩的尖叫声，最后整栋楼的人就像是收到了指令似的，在瞬间全部冲出了家门，一起将大傻春堵在了楼道里。看到这一幕，大傻春彻底慌了，我什么都没有干，都是误会。可是所有人都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挥舞着拳头朝着大傻春打过来。叫你偷我媳妇的短裤，我锤死你！叫你吓唬我女儿，我抽死你！所有人都在发泄着对大傻春的愤怒，直到楼上的疯女人听到了动静，赶下来时，她看到自己儿子已经被打成了猪头，立马掏出了手机，吓唬道：我报警了，你们快住手！你们凭什么打我儿子？可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理会疯女人的叫喊声，因为今天就算警察来了，他们也要锤这个大傻春。毕竟视频已经拍到了大傻春撬门进屋，而且现在在现场可还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小姑娘正在旁边哀嚎哭泣，说这个大傻春欺负她呢。很快警察就赶到了现场，当警察发现又是大傻春母子的时候，警察们的眉头已经挤成了一团。特别是当警察听到那个疯女人又在哭诉自己儿子被小区人打了，但是又无法提供证据时，警察更是不想说话了。最后还是物业调出视频出来，跟警察说清楚了情况。这次物业没有掐头去尾，
而是把完整的视频都交给了警察看。在监控里面，警察清晰的看到了大傻春大半夜不睡觉，偷偷摸摸来我家撬门，而随后就是我家传出了女孩的惊叫声。小区里其他人听到动静后，出来主持正义暴揍大傻春这个色狼。警察同志，你们看到了吧？就是他们打的我儿子，现在已经被打的我都不认识了。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疯女人看到这次有视频监控了，她还在大戏，可是警察却转过头来看着疯女人道：“你现在给我清醒一点，这些人是正义群众，他们是在阻止犯罪。你儿子半夜撬门，试图侵犯别人女孩子，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听到警察这话，疯女人还在说：“我儿子干啥呢？没干啥。而且就算真干啥了，我儿子难道还配不上这个女人啊？”原本围观的群众已经消停了，可就这疯女人的一句话，再次点燃了旁边人的怒火。他们再次涌了过来，不仅仅要揍大傻春，还有人想揍疯女人。要不是警察看情况不对出面呵斥了一句，这回疯女人也可能被打成猪头了。都安静点，都安静点！所有人都跟我们回所里接受调查。还有这户男主人呢，快点通知到人。当晚，警察把所有人都带回去调查了，而我呢，却是在接到电话后才从乡下赶回来。一到所里我就开始演戏，我抱着女友的手嚎啕大哭。都怪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的。现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女友也是跟着我一起流泪，再加上旁边小区居民也在流眼泪，一时间所里的气氛到达了最顶峰。就在这个时候，所长出面了，他握着我的手说道：“小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多谢所长。我抓着所长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就在所长让我带女友先回去，盘点一下家里有什么损失，他好来让对方赔偿的时候，突然我就惊醒了，拉着女友的手问道：“咱妈送给我的那尊玉佛还好吗？我昨天晚上没有收拾，就放在茶几上了。”听到我这话，女友再次飙起了眼泪，抱着我大哭。昨天的人冲进屋子的时候，不小心把那尊玉佛给撞碎了，我都不敢告诉你。啥玉佛？值多少钱？我让那母子两个赔钱给你们。我看了眼女友，又看了一眼四周的邻居，随后才对所长认真道：“所长，这尊玉佛值500万啊，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他们拿什么赔啊？”啥？500万？所长也懵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我提供了鉴定书，证明了这尊玉佛确实值500万。我委托了律师，要求疯女人母子赔偿500万。至于大傻春刑事犯罪这块呢，因为证据确凿，警方已经直接走流程了。根据律师介绍，大傻春3年有期徒刑，绝对是逃不掉的。原本疯女人是想偷偷卖掉房子不赔我的500万了，但是因为物业那边我有人，附近中介那边我也有人，只要疯女人一找人看房子，就有人告诉我。最后，疯女人只能一个人偷偷跑了。不过她跑了，欠我的500万的判决跑不掉。我申请了强制执行后，这套房子沦为了法拍房，直接就给卖了。之后的几年，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再也没有在小区里听说过这对母子的消息。很久后，有人说大傻春出来了，不过好像已经傻掉了。还有人说见过那个疯女人在广场上跳舞，不过也是神神叨叨的，好像也受了刺激。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只是笑，因为这都是他们自找的。如果不是他们折腾别人，我也不至于把他们赶出小区啊。后续有人问我那个价值500万的玉佛是不是真的，我笑了笑，什么话都没有说，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